我在这边有几个部分要跟大家来做一个迷思的解惑或者是澄清。第一个就是有些人就会说你是不是玻璃心啊，太玻璃心了。往往听到这样的用语的时候啊，其实我们都会很受伤。其实老实说，我以前是一个蛮会哭的人，但是我一直忍住。我是那种呢，看8点档呢，明明就是那种很白烂的这种八股的剧情，然后呢，里面的人就一直在哭，然后我脑袋就说这太八股了，然后但是眼泪就是跟着不小心就流下来的那种。就是情绪共感很强烈啦。那往往有时候在很多的状态下，人家就说你是玻璃心嘛。但是我以前不了解我自己的时候，我也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否定自己，所以就一直告诉自己要坚强，要坚强，然后就把自己这些很温柔、很脆弱的那一部分都封闭起来了。那往往呢，都会在夜深人静或者是隔一段时间的时候呢，就崩溃了。因为其实能量或情绪没有被处理好的时候，最后呢，往往就会造成更大的反扑。所以说，我们要先理解一件事情：高敏感不等于玻璃心，高敏感也不等于脆弱。哭并不是不好，那代表我们更有同理心，而且呢，哭是一种勇敢的表现。怎么说？你愿意把你自己脆弱的一面呈现在别人面前，其实当你愿意呈现出来的时候，那代表其实你更比别人不怕受到伤害，因为当你害怕受伤的时候，你才会伪装自己在朋友面前。可是如果你更加的信任自己跟朋友的时候，你愿意把自己脆弱的一面展现出来的时候，其实那背后代表一件事情，就是你非常的勇敢，你不怕就是人家讲一些伤害你的话。那所以这件事情呢，你要去看见，其实你是比一般人还要来的勇敢的。所以呢，其实呢，我们是一种既强大又细腻的灵魂，所以不要去否定自己的这个部分。好，这个是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做一些澄清的。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不是孤僻，也不是不合群，我们其实非常有同理心，而且我们也知道别人的需求，对不对？只是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独处，因为独处呢，可以让我回到我自己，可以让我不被干扰，让我能量回来，让我聚焦在我自己身上，让我充电。所以说，在这样的状态下，别人说你孤僻的时候，如果对于我不是很想要让他了解，或是泛泛之交的话，我说对啊，我就是孤僻。那是因为我可以用这样幽默的方式去回应，代表其实我已经很清楚自己是谁了，我才不会被他的这些语言所影响。不然以前其实我也会觉得，为什么我都有点像边缘人一样？但我现在觉得，我当边缘人蛮开心的。而且其实有非常多朋友，他们都会私底下找我谈心，这其实就代表了，其实我并不是孤僻，我也不是不理解别人，刻意要就是跟别人作对，我只是需要更多独处的时间。所以在这个状态下，有一个小方法可以去提供给大家。如果参加一些聚会或活动的时候，其实我们不要把自己呢排得太满，就是说我们可以就是有一些独处的空档，把这个独处的空档呢也很重要的列为我们每一周需要排进去的时间。这样子的时候呢，就可以让我们自己呢可以更加的容易平衡回来。这个是重要的。有人说妈妈都觉得我一个人去旅行很孤僻，的确啊，有些人是这样觉得，但我越来越喜欢一个人去旅行，因为我觉得完全没有人可以就是跟我互动的状态下，我可以跟一些自然的景色啊，然后那些状态还有自然相处，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体验到很多一般人体验不到的感受。OK，好，那我再往下。再来就是这个啊，很多人都会说我们想太多，其实你不是想太多，是因为你看到想到的比别人还多。但是这两句话听起来是一样的，但是实际上不太一样。想太多这3个字我听起来比较有点负面，对不对？但是我们是觉察到的跟思考的深度或看见的细
细节比别人还多，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消化跟怎么样嘞，跟去规划一些事情。所以呢，这是我们的特质，也是我们呢，如果能够转换这样的心态的话，往往我们做一些事情，做一些复杂的事情呢，会比一般人还要更容易成功，因为我们都看到很多的细节，看到如何规划一些远程的目标，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是我们很棒的特质，所以千万不要呢，因为别人说你就是想太多而否定自己，其实是因为他们想太少啦，就是这个意思。好，所以说这个部分呢，也跟大家做一些说明。再来呢，就是这个，你不是奇怪的人，你不是怪咖，你只是与众不同。那是因为你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方式，还有感受到的比别人还要更多。所以呢，在这个状态下，很多人不理解你是正常的。这就有点像是这个呃，这个比如说电脑的这个 CPU 好了，你就是一高容量的 CPU，跟这10年前的数据机的那种电脑相比，可以处理的资讯量太多了。可是你要去跟那些旧款的电脑去寻求认同跟安慰，其实你就是找错人啦。那因为他们的反应会让你觉得好像自己怪怪的，或者是自己呢好像就跟一般人不一样。但是其实呢，你只是还没有找到跟你志同道合的朋友而已。好，所以但是我觉得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之前，我们应该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要让我们再更勇敢一点，表达我们自己。因为当我们表达自己的状态跟想法的时候，才有机会让别人发现哦，原来你也跟我一样是高敏感啊。不然大家都不表达的时候，其实两个人都是高敏感，但是都不知道对方是啊。所以说要尽可能的学习表达自己。所以说呢，在这个状态下，往往在成长过程当中会出现一些心理的议题，就是常常会觉得自己非常的孤单，然后觉得没有人懂自己。然后呢，这些人很特别哦，他往往呢很会帮朋友解决问题，他也很会倾听别人的心理困扰。然后呢，别人都觉得，诶，他可以很值得信赖，可是呢，他心里会有另外一层的孤单，就是那我的辛酸，我的痛苦，谁知道？那这些朋友，千万你一定要，你一定要去找到，就是跟你志同道合的朋友，因为如果你没有去做一些更多的学习的话，你有可能会最后被这些负面的能量或情绪压垮哦，或者是自己就会崩溃之类的。好，所以说这个部分呢，也是要让大家知道的。好，那我来简单的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我很容易被气哭，应该如何训练自己不要在外人面前哭？虽然我认同哭泣的正面意义，但大部分场合在外人面前气哭的话，还是会多少接收到一些负面的评价或攻击。好，这个部分我刚才说的这个有情绪的这个部分呢，比较偏是情绪共感的部分。比如说我看8点档里面的人哭，我也跟着哭，这是属于很高的同理心的这种部分。但是我们容易被气哭啊，这件事情其实是关系到我们成长过程的一些经历。也就是说，像我刚才最后讲的，我们常常觉得成长过程当中觉得别人不认同我们自己，或者是别人不认同我，所以呢，我就会觉得有一种愤怒，觉得这个世界都没有理解我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当有别人就是跟你意见不一致，或者是不理解你的时候，往往呢，那个感觉又会再度的被唤起，所以呢，那个感觉就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强烈。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状态下呢，如果你可以有够多的觉察力的话，你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你去回顾过往的生命过程，有没有一些是你在生命过往很有印象，就是
类似也被气到哭，或是很生气的这些经验，也许是你的爸爸妈妈小时候对待你的一些呃生命事件，在你脑海里面还蛮印象深刻的。那在那个状态下的你是怎么样的互动呢？你是忍气吞声不敢讲话，还是就只有被打被骂的份？可是你心里是愤怒的。可是你可以试着做一件事情，就是透过想象的方式，你可以闭着眼睛想象你想要，就是把你心里面真实的感觉跟想法，也许你过去没有真的表达出来，可是你可以透过想象的方式，再一次的为自己表达。也许小时候爸爸妈妈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做这件事情？可是你小时候没有办法回应他。可是虽然已经事过境迁了，可是那个情绪一样，能量还留在你里面。所以你可以用想象的方式，你可以就是想象你的妈妈在你面前，然后你就可以跟她说：“我其实只是因为怎样怎样怎样啦。”这样听起来有点像很奇怪的做法，对不对？就是隔着空气这样再去表达自己，但是的确是有帮助的哦。就是把你内在那个感觉跟情绪，在你一个人的时候表达出来，这样子的方式可以让你在之后你的生命在面对一些类似的情境的时候，你学到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为你自己表达。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你可以回过头来去感觉你内在那个很受伤的自己，你可以跟他做一些自我对话。你可以告诉他，不管别人说什么，你所有的面向我都是接受你的，不管你是什么样子，我都是接受你的，我都是支持你的。对自己这样说的时候呢，往往高敏感的人都会感觉到某一种感觉，就是有一种暖暖的感觉，甚至会有一些委屈啊，或者是难过会流动出来。那个部分其实就是为我们自己疗伤的一个好方法。所以呢，可以透过这些方法来去学习疗愈自己。但是如果你觉得还是不太好处理的话，可以寻求一些专业的资源，比如说心理治疗或心理咨询，有些专业的心理师是可以帮助你做这些事情的哦。哦，何谓系统化的学习哦？刚才我说就是学习一些身心灵的部分，是不是？嗯，对我来说，系统化的学习就是从像我自己接触到的啦，跟大家简单做分享。我自己接触到的就是用一些比较科学的方式，比如说先从脉轮的方式去探索，因为脉轮它现在已经是被科学仪器可以去照测出来，它在我们身体各个的位置是有这个磁场旋绕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一个证据，所以你可以先从脉轮的这个资讯里面去探寻，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可以作为初阶可以去学习的这个部分，这样子。OK，儿子喜欢捏别人的肉，是触觉敏感还是缺乏安全感呢？嗯，这个问题问的有点有趣。嗯，除了捏别人的肉之外，他有没有其他就是喜欢摸来摸去？像我以前到外面的时候，手都很贱，很喜欢摸东摸西，然后都被我爸妈骂这样子，就是很脏之类的。如果你可以观察他，如果也喜欢去摸其他东西的话，我觉得他可能会真的是比较偏向触觉敏感。外面的人知道什么是高敏感吗？现在有很多的书，还有很多的学者都一直在谈这个，所以其实都是一直不断的被大众所知道啦。所以我们现在就在推动这件事情啊。好，如果常觉得混乱，无法厘清问题做决定，看高敏感有关吗？对啊，因为高敏感，当你资讯量太大或情绪太强烈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混乱。方法呢，就我刚刚有提到了，去大自然走一走，或是给自己独处的时间，或是做一些放松冥想的呼吸练习，就会更有些帮助。好，有些朋友说如何将注意力拉到自己身上哦？
最后我会提供给大家一个我的粉丝页的部分啊，那个部分呢，我有录一个放松冥想的一个免费给大家的一个录音档，你可以听那个呼吸的放松冥想练习，因为那个部分你就可以比较实际体验什么叫做把注意力拉回自己，因为我用嘴巴讲有点难讲。好，最后呢，这边要跟大家再说的就是，高敏感的人其实会比较多的情绪，往往都会像放大镜一样被放大。所以呢，他们往往会有更多的就是这些特质是比较被人家觉得是，或自己觉得负面的，包括比较高的自我要求，或者是呢，他会有比较多的罪恶感跟自责，或是比较容易感到恐惧。那这些呢，其实都是因为我们对于情绪呢是特别敏感的这个部分，或者是我们好像过度的有同理心，加上我们很善良，我们很喜欢怎样把对方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或是为了不想要让对方难过或伤心，所以就刻意的想要背起一些不该属于自己的责任。可是其实我们要认知到一点哦，就是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需要负起他自己生命该有的责任。如果你因为呢怕他难过或怕他流眼泪，你就把他应该要扛的责任背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其实你是限制了对方的成长，这个不是真正的爱耶。其实这个是一个比较有限制的爱，而且也导致你自己过度的负担。我觉得比较深的爱，或是更大的爱，是我们把每一个灵魂应该要成长的这样的责任还给他。那虽然过程当中他会受伤或辛苦，可是当他成长上来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有更好的关系跟生活。好，那我们比较好的特质呢，就是我们很容易照顾别人，或是跟人家可以有很深度的交流，而且我们会有很多创意、心思缜密、考虑周全，这些我刚刚其实都讲过。所以其实很多高敏感的人，他们蛮常从事很多创意类型的，比如说艺术家啊，或是这类艺术创作的一些工作的。好，最后呢，就是最后给大家3个小重点提醒。高敏感的人非常适合做自我探索，你们非常适合接触一些心理咨商或者是一些身心灵的一些课程，然后去学习怎么样更深层的爱自己。觉察身体小线索这个部分呢，就是避免让你自己过度暴露于太多刺激的状态，或者是呢你已经情绪爆裂了，你才知道其实我们身为高敏感的人呢，应该有能力呢去觉察一些小线索。比如说你开始觉得好像有一点点累了，或是你开始觉得好像心情有一点阿杂了，你就应该要赶快先不管是做放松呼吸啊，或让自己先静一静啊，回到稳定的状态，而不要让那个情绪啊冲破那个阈值，就是冲破那个安全线，因为当冲破的时候，你就已经崩溃了，或已经混乱了所以这个部分呢是可以多留意的。再来，刻意的学习放松这件事情，我也觉得非常重要。因为举我自己为例子啦，我以前其实呢身体其实是非常紧绷的，所以当我开始学习放松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只要在走路的过程，或者是就是骑摩托车的过程，没有在想一些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以前可能就在想说等一下要吃什么啊，或者是等一下要干嘛，其实都是一些很无谓的琐事的时候，我开始呢把注意力回到我的比如说腹式呼吸，或者是呢感觉自己的身体或感觉自己的心，然后刻意的给自己下指令，告诉自己放松，然后吐气放松。透过这样的过程的时候啊，其实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到自己松下来。所以放松这条路呢，其实呢是可以松的非常松的。所以说就算我已经学习了4-5年，到目前为止我还是常常告诉自己要放松因为当你整个人都放松的时候，你是可以接收到更多的资讯跟能量的这也是提供给大家。最后一个，学习沟通，你要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状态之后，你才有办法跟别人互动。所以你可以表达自己的特别之处，或者是呢你可以设定一些清楚的界限。比如说今天出去玩之前呢，你就要先跟对方说，我是1点到3点有空，那接下来我还有其他的安排。这样子对方呢就不会一直跟你互动到4-5点，然后你就已经过劳，或者是就已经超过你可以负荷的状态了。
那虽然4点到5点我可能没事，可是呢，我刚刚说了，我要刻意安排独处的时间，独处的这2个小时呢，也是我很重要的行程。所以呢，我就会跟朋友说，我4点到5点有其他事情，而这个事情呢，也许就是我需要独处。那这样的话，其实界限划清楚呢，大家就会很好互动。再来呢，就是不要跟错的人讲我们就是太深的状况，因为有时候反而会招来一些不必要的不认同。所以呢，要找对人讲事情啦，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这个就是我今天最后呢，可以给大家做的这个几个小小的提醒。好，那这个部分呢，就是今天的这个直播内容。那最后一个人问的问题，我讲一下好了。不得已必须面对对自己有恶意的人，霸凌过自己的人，应该调试怎么样的心理压力呢？这个问题有点复杂因为这个跟我们自己跟人际互动的这个模式跟关系是有很大的关联的，这个可能没有办法花几分钟的时间就讨论，但是有一个部分是可以做的，就是还是最大的原则，学习放松、冥想、练习，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往往我在带心理治疗的过程，光是有办法做这个练习的客人，个案大概有50% 的问题，只透过放松练习就可以处理掉了。好，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